專家們萬分緊張地打開了其中一個棺蓋，結果卻看到了讓他們永生難忘的一幕。棺蓋一打開，看見女尸的手邊放着一只桃树枝，这个桃树枝，它萌发的那个新芽，是好像是刚刚從山上砍下來的桃樹枝放下去一樣，充滿着生命，那個綠色的生命，綠色的籽，那個從那個萌芽剛剛發育的那個嫩葉，非常非常非常，我們當時是震驚了。湖南懷化近期出土2具夫妻合葬墓，驚奇的是，女主人在開棺的一瞬間，神奇的動了起來，而且連舌頭都鮮紅的吐在外面，下腹部的肚子明顯看到有膨脹的跡象，而男主人墓開棺的那一刻，也讓專家組感覺到不同尋常。中國古墓不少，但要論古墓奇觀，湖南懷化一座夫妻合葬墓絕對排在前列，就連常年與古墓打交道的專家都不免震驚。這女屍葬了多年，為何手中捧着的桃花枝卻一直不敗，甚至還有新芽冒尖？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女屍出土後還離奇地動了一下，此等詐屍奇觀嚇得專家腳都軟了。為何桃花枝葬了多年不敗？女屍又為何能在出土後活動筋骨？葬着的男女是誰？又給我們帶來了多少有歷史價值的葬品？事情發生在1985年，湖南懷化雙橋鎮的小村莊。這天，一個對挖紅薯頗有經驗的村民又跑上了山，想着挖點紅薯囤着當一周的口糧。沒料到的是，平時紅薯挖一個準，那天卻一個紅薯都沒挖出來。村民想破頭皮也沒想明白，眼見着天要黑了，村民不得不放棄，想着明天再來。忽然，他發現自己挖的洞裡好像有什麼亮晶晶的東西，這引起了村民的興趣。反正今天也沒挖出紅薯，挖挖看這是什麼東西吧。等看清楚這個亮閃閃東西的實樣，村民不禁發出驚嘆，竟然是一個玉簪子，這可真是發大財了。村民趕緊飛奔回家，玉簪子被清水清洗乾淨後露出了奪目的光彩。這會兒村民的頭腦熱乎進下去了，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裡，怎麼會掉了隻玉簪子？這恐怕是古董吧。淳樸的村民想通後，並未將玉簪子據為己有，而是連忙聯繫了文物局。專家看到這個玉簪子後，也不免心生激動。這等精美的簪子，不太可能單獨出現，這很可能意味着，這小村莊裡葬着一個古墓，而且可能是大戶人家的古墓。專家們連忙到現場勘驗，在經過細緻調查後，專家發現有塊地方不同尋常。這可能不是地面，而是石棺。在古代，普通人家可用不起石棺，石棺作為保護棺墩的外殼，打造起來費時費力，用得起要麼是王公貴族，要麼是富貴人家。所以這一發現讓專家們分外激動，因為這石棺底下藏着的古墓，恐怕有不少有價值的陪葬品。挖掘過程中，專家們遇到了一個難題，古墓所處位置屬於紅砂岩層土地，質地十分堅硬，尋常的挖掘工具根本無法開展挖掘工作。專家們雖然心情急切，但又不得不慢慢地用電鑽和電錘鑿。古代可沒有那麼方便的工具，卻在如此堅硬的層岩底下修建了墓地，不得不感嘆古人的智慧與勤懇。在漫長的挖掘過後，專家們終於見到了古墓的真面目。更讓專家驚喜的是，這古墓葬着的可是有2副棺墩，又費了些實力，這才把2副棺墩包裹的石棺外殼給破開了。因為石棺層層保護，所以最裡面的棺墩依舊保存完好，就連花紋都沒怎麼被破壞。終於可以看到棺墩裡面的真面目了。專家們激動地打開了一副棺墩，結果開蓋那一瞬間，一向見多識廣的專家都被震驚住了。這具女屍手裡拿着一支新鮮的桃花枝，
上面還冒着新芽，要不是親眼所見，還真以為這桃花枝是剛摘了放進去的。但這桃花枝暴露在空氣中沒幾秒鐘，就瞬間枯萎了。這還只是其一。開棺後，女屍突然活動了起來，原先平平的肚子突然脹氣鼓了起来，而後又重新瘪了回去。女屍的舌頭在此之後突然伸了出来，可把專家嚇壞了。這難不成就是傳說中的詐屍？在求助醫學界主任後，才得知，之所以女屍出現詐屍情況，是因為屍體防腐沒有做到位，這導致屍體內部產生了一些產氣性細菌。在棺墩打開那一刻，內外壓強不平衡的情況下，內部氣體就會被擠壓排放出來，因此就出現了脹氣而後又干癟的情況。在進行細緻搜尋後，專家們確認這具女屍的身份就是谭氏夫人。但谭氏夫人是何人？專家們翻遍了史書也没有找到蹤跡。不得已，專家們只能從另一副棺墩中尋找消息。打開第二副棺墩後，首先引入眼簾的便是一張灵牌，而棺墩裡躺着的是一具男屍。男屍防腐程度要比女屍更好，皮膚還有光澤。在給男屍輸入防腐液，確認保護好男屍不腐敗後，專家們又湊在一起細細打量着靈牌。靈牌就相當於現在的戶口本，所以看到靈牌的時候，專家們分外興奮。這樣一來，就能確認兩人身份，一男一女，合葬在一起，肯定是夫妻。經過對靈牌的解讀，專家們得知，古墓建於元朝，男主人是黄承存，官至元陵縣知州，而谭氏夫人正是他的妻子。除了屍體和灵牌外，棺墩裡面還放着100多件陪葬品，從玉器、瓷器再到飾品，無一不是精美貴重之物。元朝的歷史不長，記載也寥寥無幾，所以這座古墓的發現對填補元朝歷史有重大意義。這也算是黄承存夫妻倆送給後代的寶貴禮物了。